祭祖大典开始的较早，所以陆陆续续间，无论是客人还是村民，都不断的向着古塔外的广场汇集。很快的，本还算空旷的广场之上，就已是座无空席，人满为患。诸位，让你们久等了。而又过了半个时辰，在几十位当家长老的簇拥下，一位老者终于登场。这位老者长得不是很老，看那样子不过100岁而已。100岁在五至圣土这样的地方，其实还算年轻的。不过这位老者的修为可是不弱，因为对方没有隐藏修为的缘故，楚风能够感受得到，这位老者的修为很强，远胜宋爷爷与林奶奶，是一位4品半帝。起初，楚风以为这位就是应风谷村的村长，后来听周围人的低声窃语，楚风才知道，原来他的确是应风谷村的村长，但却是副村长，是周龙、周虎、周凤那3个魂球所依仗的爷爷，叫做周四天。而从旁人的议论声中，楚风也得知，因为应风谷村的村长寿龄已达1000岁，想要安心修炼，所以已经将应风谷村的所有事宜交给这周四天管理。这不，今年的祭祖大典，老村长连面都不露，也是全部交给这周四天主持。甚至在几日之后，当祭祖大典结束之时，就准备把村长之位正式传给这周四天了。这老杂毛，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应风谷村交给他打理，早晚完蛋。王强显然也在听着旁人的议论，所以听到不爽之处，便以传音的方式对楚风吐起槽来。无妨，老村长不过1000岁高龄，这在5至圣土来说并不算什么，只要保养有方，再活1000年也不是问题。他就算将村长之位交给这周四天，也只是退居幕后而已，真正的掌舵人还是他。楚风暗中回应道：这你就不懂了吧？不管那老村长做其他事情是否英明，但他把村长这样重要的位置传给周四天，就不是一个英明之举。王强说道。听到王强的话后，楚风也是点了点头，因为王强所说之话也的确不无道理。不过这对楚风来说都无关紧要，因为他要偷应风寒冰的心意已决，不管是谁做村长都无法阻挡于他，他想拿到的东西迟早都会拿到。在此之后，在那周4天的主持之下，这应风谷村的祭祖大典正式开始。祭祖大典进行得很是缓慢，至于那内容，对于楚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也是无聊至极。楚风倒还好，就算再不喜欢，碍于场面倒也还看得下去。可是王强就不一样了，这货简直没长心，竟然大庭广众之下躺在贵宾席位的椅子上睡着了。他睡着也就罢了，偷偷摸摸的睡，谁会管他？可是他竟然还打起了呼噜。他这打呼噜不要紧，但重要的是呼噜声太响了，引来了所有人的注意。一开始对于这一幕，应风谷村的人还能隐忍，可是到的最后，他的呼噜声越来越响，跟炸雷一般，甚至开始掺杂磨牙、说梦话等颇有趣味性的因素进入其中。小妞站住，让爷摸下屁股，真好吃，我就爱吃臭豆腐。这声音几乎盖过了周四天的声音，所以引来了全场的注意。这一刻，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将目光锁定在王强的身上，不少人被王强的表现逗得咯咯直笑。一时之间，竟没有人去关注祭祖大典了。对于这样一幕，周四天虽然强忍着没说什么，可是楚风却察觉到他其实非常的愤怒。楚风看得出来，周四天在犹豫要不要开口。虽然说在祭祖大典上睡觉，这是一个很无理的行为，但是毕竟谁也没有规定客人不能在祭祖大典上睡觉。不过为了让祭祖大典顺利进行，他犹豫再三，还是准备开口。可是眼下毕竟这么多人在这呢，他为了树立形象，也不能当众呵斥，所以只好强颜欢笑的一步一步向王强走来。终于他走到了王强的近前，如此近距离之下，楚风看周四天看得就更为清楚了。楚风能够清晰的看到周四天那看向王强的目光中隐藏着怎样的怒火。楚风相信，若不是有这么多客人在的话，周四天就算不杀了王强，也肯定要暴揍他一番不可，因为这王强简直就是来砸场子的。不过可惜现在有很多人在这里，他就算再愤怒也要忍着，甚至还要面带微笑，似是调整好了心态。周四天的脸上那虚假的笑容调整到了最佳状态。楚风知道他要开口了，可就在这时，只听砰的一声闷响，猛然自王强的屁股下面传来，威力之强，连周围的座椅也是剧烈一颤。不好！这一刻，楚风暗叫一声不好，便赶忙身形一跃，掠向了远处。因为楚风知道王强这是施展出了睡觉之时的绝技放屁。果不其然，就在楚风逃离不久，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味便急速席卷开来。这一刻，那坐在王强附近之人无一不是面色大变，赶忙捂住嘴巴，然后才躲到一旁。因为这王强的屁着实是太他妈臭了，这也就是在场的都是界灵师，忍耐力本就强，若是换作常人，就算活活的熏死几个也不是问题。但是此时此刻可就苦了那周四天了，他距离王强最近，就站在王强的身前，所以王强此屁一出，最倒霉的也是他。他本来就愤怒，呼吸比较急促，所以王强放的屁估计有一半都被他吸入了肺中。如若不然，他此刻的表情也不会那般狰狞，就如同吃了狗屎一样，脸色铁青，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混账！终于周四天爆发了，在怒吸王强神屁之后，他终于忍无可忍，当场爆发了。而他这样的爆发其实也是人们能够接受的，毕竟换作是谁也都无法忍受王强的所作所为。怎么了？但是令人颇为无语的是，被一声怒喝吵醒的王强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一脸无辜地看着身前的周四天，还满面不解地去问村长大人，您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啊？
周四天真的快被王强给气懵了，所以没有与王强废话，而是大袖一挥，便直接向古塔走去。楚风敢保证，若不是有这么多外人在此，周四天可不会就这么走，他绝对会一巴掌拍下来，把王强给活活拍死。怎么样，睡得香吗？在王强的屁味散去之后，楚风才敢回到座位上，笑眯眯地问道：“真不讲究，睡着了也不叫我。”王强后知后觉，意识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竟责怪起楚风来：“谁知道你睡觉还放屁啊？而且放的还那么臭。”楚风笑着说道：“这王强绝对是他见过的最大的一个奇葩。”什么？我放屁了？王强眼神一变，很是吃惊，不仅放了，而且还放得非常的响，放得非常的臭。楚风说道：“那我熏到那周四天没有？”王强很是担忧地问道：“正中靶心，你的屁他吸的最多。”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本以为说完这番话，王强会更加坎坷不安，可是他发现他错了。奇葩的世界，他果然不懂。因为听了楚风的话后，王强不但没有担心，反而是小眼睛微微眯起，嘴角微微上翘，他竟安逸地笑了。没错，他的确是安逸地笑了，不仅笑得猥琐，还笑得很是变态。你笑什么？熏了周四天，你居然还笑得出来？你就不怕他报复你？”楚风很是不解地问道：“你懂什么？他堂堂一个应风谷村的村长，却吃了我的屁，就算报复我又怎样？反正我是值了。”王强很是得意地说道。说话之间，他还去用手捅了捅自己的屁眼，很是欣慰地对自己的屁眼说道：“不错，你很争气。”此时此刻，看着王强的此行此举，楚风非常无言，满脑门子的黑线。而在王强造成的插曲之后，祭祖大典继续开始，直到进行到下午才终于完成。而祭祖大典结束之后，楚风等人所期盼的重头戏精神力的比拼也终于来临了。在那古塔之内，有一座专门测试精神力的阵法，据说这阵法与这古塔是一体的。而这比拼的方法也很简单，进入古塔内的阵法之中，不得动用结界之术，甚至不能睁开双眼，只凭借精神力去感应周围的一切，最终以通关速度取胜。因为在古塔内空间有限，所以为了方便让大家见证众人通关的过程，应风谷村特意设置到了一座映射阵法，将古塔内阵法的形态以映射的形式投放打量古塔之外，让所有人都能够清晰的看到参加比拼者是如何进入阵法之内，又是何时自阵法之内走出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精神力比拼正式开始。毕竟这是应风谷村的传统比试，所以由应风谷村的年轻人先开始。起初是寻常的小辈进入其中，通关的速度很慢，甚至最慢的一个竟在那阵法之内走了半个时辰之久。不过也有想要作弊者在阵法内使用了结界之术，或是睁开了眼睛，但是他们太愚蠢了。身为应风谷村之人，却不知这阵法的厉害，凡是作弊者都被阵法侦查而出，直接被周四天剔除比拼资格，并且狠狠地惩罚了一番。因为应风谷村的年轻人很多，并且这阵法的确很难，所以这场精神力的比拼比人们想的要漫长得多。转眼之间天就黑了，转眼之间天又亮了。可是应风谷村的小辈们还没有全部走过阵法，直到第3日的到来，应风谷村的小辈们才算基本走过了阵法。不过有3个人是压轴的，这3人便是周四天的孙子和孙女，周龙、周虎、周凤兄妹3人。他们3个出场后，应风谷村不少村民发出了欢呼，但也有不少人沉默不语。他们是应风谷村的结界天才，很多人以他们为傲，但是因为他们性格霸道，也有不少村民不喜欢他们。但不管怎样，周龙、周虎、周凤他们3个的确很不简单，他们3个全部打破了之前人的入阵者所创下的最好纪录，而周龙更是获得了此次精神力比拼的最高纪录。如果说一个时辰按照点数来算的话是120点，半个时辰是60点，那么周凤的成绩是8点，周虎的成绩是6点，而周龙的成绩则是3点。太厉害了，不愧是我应风谷村的结界天才。周龙已经连续5年占据精神力比拼的第1名了，并且1年比1年快。去年是用了4点，但是今年竟足足提升了1点，只用了3点。这周龙的天赋当真是利奥的，按照这个势头，他早晚会以2点的速度通过精神力阵法。2点吗？周虎若是能够以2点的速度通关，岂不是就打平了由村长大人所创下的历史最快纪录了吗？不可能，村长大人可是被誉为我应风谷村有史以来结界天赋最为卓越的界灵师，若不是他当年遭受重创，今日的成就绝对不可估量，甚至会超越先祖。他老人家保持的记录，周龙怎么可能打破？话可不能这么说，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村长大人确实厉害，可是他老人家当年受了重创，结界之术再难长进却也是事实。而周龙现在的天赋当真是举世无双，并且前途无量，我觉得他总有一日会超越村长，成为我应风谷村有史以来的第1天才，甚至成为超越先祖的超级强者。咱们年轻的时候又不是没闯过那阵法，我的最好记录才是20点，想要达到2点，那是何其之难啊！周龙创下的好成绩引来了阵阵欢呼，可也引来了阵阵讨论。而从应风谷村众人的讨论声中，楚风也是能够得知，这周龙原来是精神力比拼的5连冠得主，并且他每1年都在刷新自己的记录。单是精神力方面，他的确很强，也难怪他如此霸道，但在一部分村民的心中却仍有着不俗的威望。而在周龙之后，来拜访应风谷村的客人们也终于能够进入古塔参加精神力比拼。不过可惜，在周龙那3点的记录面前，那些客人们的几十点的成绩只会凸显出周龙的天才身份，仿佛根本就没有人能够与周龙抗衡。凡是在周龙之后参加比拼的，完全就是自取其辱一般。这样的一幕让客人们脸上无光，但却让应风谷村人的脸上
挂满利奥得意洋洋，一群废物，看我的！终于，王强看不下去了，他身形一跃，直接掠到了古塔的门前，准备入阵。而当王强出场之后，那些满面难看的客人们眼中突然涌现出了一抹希望，因为对于王强的强大，他们还是多多少少清楚一些的。毕竟他是能够与楚风一战的人，虽然不指望王强能够超越周龙，但是他们却指望着王强能够帮助他们这些客人找回一些颜面。就这样，在众人的瞩目之下，王强进入了古塔，走进了那座阵法之中。这一刻，应风古村的众人表现得很是随意，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外来的客人，但是那些客人的心跳却不由加快了起来，情绪也变得紧张。他们多么希望王强能够快一点，再快一点，希望王强能够创下一个不错的记录，哪怕不如周龙，哪怕不如周虎，就算不如周凤，但是也起码来一个10点以内的成绩。可是就在众人心中祈祷之际，只见一道身影自出口掠出，王强的身影竟再度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一点，王强只有了短短1点的时间，就从那阵法之中走了出来。我没有看错吧？这王强竟只用了1点的时间。这一刻，人海沸腾了，所有客人都是满面震惊，却又内心激动，忍不住欢呼雀跃，为王强欢呼呐喊。但是相比于客人们的兴奋无比，应风古村的众人可就目瞪口呆，傻傻的愣在了那里。2点，这是应风古村的现任村长所创下的最好成绩，也是应风古村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可是王强他却只有了1点的时间，这个成绩将是应风古村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可是创造这个成绩的却不是应风古村的人，而是一个外人，这叫应风古村的众人如何能够接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作弊，他肯定是作弊！说，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周龙很是愤怒地斥责道：“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有人比他快，并且比他快这么多！做你娘个屁！你爷爷，我是真本事！你若不服，可以再来一次。”王强也不是个怕事的主，见周龙不服，竟当中反驳：“来就来，我怕你不成？咱们2个一起进去，看到底谁快。”周龙说道：“我也来，我要监督你，看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做的弊。”周虎也是说道：“我也要来，我看你不作弊，能否有我快。”周凤也是开口：“来，全都来，看爷爷我怎么虐你们3个小兔崽子！”王强也是个暴脾气，也不顾周龙等人的身份，竟开口辱骂起对方：“全都给我住口！”然而就在这时，周四天却是突然暴喝一声，在他的一声暴喝之后，王强以及周龙等人全都安静了下来。“你先出去！”周四天对王强说道，而王强则是得意地冲着周龙3人一哼，随后便甩着膀子一摇一摆，一副我是大爷的模样，从古塔内走了出来，态度非常的嚣张。“比拼继续！”周四天开口说道。可是他此话一出，却半天没有人响应。在王强之后，已经没有客人愿意参加比拼了，毕竟胜负已定，他们就算去，也只是自取其辱，没有人喜欢做这种事。怎么？难道你们不想参加比拼了吗？周四天看着众位客人问道。可能是受王强的影响，他此刻的语气很不好。“我来。”而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突然响起，与此同时，一个身影也是自广场掠出，最终稳稳地落在了古塔的门口。这位自然便是楚风。楚风，他便是那个楚风吗？见到楚风，几乎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就连应风古村的人目光也是变得凝重起来。也许楚风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突破入村关的速度实在太快，他现在已然成了应风古村内的名人。这一刻，所有人都在想，那王强都走出了阵法，只用了1点的时间，在入村关比拼时胜了王强的楚风会有怎样的成绩？虽然人们对楚风充满了期待，可是人们却也并不觉得楚风能够超越王强，毕竟1点的成绩几乎已经是极限，恐怕届时联盟的天才来此也无法走出这样的成绩。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觉得1点的成绩已是最好，哪怕是楚风也很难做到。毕竟楚风通过入村关靠的是结界之术，各种结界之术的手段都可以施展，但是这古塔内的阵法却只能靠精神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比拼的只有1点，那就是精神力的强弱。楚风兄弟，不好意思，看来是我赢了。然而就在楚风走进古塔，将要踏入那阵法之际，却突然传来了王强的声音。回头观望，王强正站在远处，依旧光着膀子，披着个大叉，双手插在裤裆里，正笑得跟菊花一样，看着楚风。那可不一定。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转过身去，闭上眼睛，踏入了那阵法之中。他承认王强很强，尤其色精神力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强得多，1点的时间便通关，这对楚风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可是为了获得第1名的荣誉，更为了获得王强的宝贝，为了突破自己的修为，楚风无论如何都要全力以赴。进入其中之后，楚风紧闭双眼，但脚下的步伐却没有停过，他的精神力就如同第3只眼睛一样，单凭感应也能够辨别一切。此时的楚风忘却时间，忘却了速度，忘却了所有，他只想更快一点，用最快的速度穿过这阵法。终于楚风走出了阵法，终于楚风能够睁开了眼睛。可是这一刻他却并没有听到欢呼，相反四周寂静一片。难道说我输了？楚风的内心开始起伏起来，因为他不想输，可是眼下的反应似乎有些不妙。但不怎样，楚风总要面对。他转过身去，将目光投向了古塔之外，这才发现无论是应风古村的民众，还是来此拜访的客人，甚至是那王强，皆是目瞪口呆，如同僵化了一般，愣在那里。你看清没有？他刚刚的速度居然连1点都没用到，太快了，半点，也就是半点而已。这楚风竟只用了半点就通过了考核，
不可思议，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何等的速度？这要何等强大的精神力，才能够只用半点的时间便通过阵法？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忽然之间，安静的人群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以激动的情绪议论此事，而他们看向楚风的目光中更是充满了尊敬之色，因为就在刚刚，楚风绝对完成了一个神一样的举动，半点，这便是楚风的成绩，比王强所创下的一点成绩还要快。我赢了，半点，这是我的成绩。这一刻，就连楚风也是有些不敢相信。要知道，尽管他的精神力不弱，可是楚风却没有长时间的训练过，他对自己的精神力有着一定的自信，但却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笨蛋，你做到了，这就是属于你的成绩。天眼，那是何其利要得的手段，他对精神力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你虽然没有专门的锻炼过精神力，可是你一直在修炼天眼，随着你对天眼的掌控力越来越强，你的精神力也早就变得强大无比。淡淡解释道，这样说来，我是真的赢了，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赢的，没有运气。楚风颇为喜悦地说道，没错，这就是你的真正实力。淡淡很是肯定地说道。与此同时，他那甜美的脸上也挂满了喜悦的微笑。哈哈，听得淡淡的话后，楚风也是兴奋无比，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原来无形之中他的精神力已是这样强大。不过仔细想想，倒也合情合理，精神力是感应的根本，而天眼再强也要靠精神力作为支撑。如今楚风虽然还未将天眼彻底掌握，但也算是颇为纯熟，而他的精神力若不强大，又怎么可能撑得起如此强大的天眼？但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赢了。还有人要继续比拼吗？就在这时，周四天开口问道。而至于这结果，自然是无人响应。如果说周家三兄妹的成绩已经让人难以超越，那么王强所创下的成绩就是超然天赋的表现。至于楚风所创下的成绩，就仿若神一样的壮举。在神一样的壮举面前，有谁会那么不自量力前去挑战？既然没有人继续挑战的话，那么这场精神力比拼就到此结束。说完话后，周四天便走入了那阵法之中。而当他再度走出之时，右手之中似乎握着什么东西，这才继续说道：下面宣布此次精神力比拼的成绩：第一名应风古村周龙，第二名应风古村周虎，第三名应风古村周凤。他此话一出，现场顿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莫说是如楚风等人一样的客人，就连应风古村的众人也是满面的吃惊。一时之间，所有人都懵了，有些搞不清楚状况，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第一名不是楚风吗？这第二名不是王强吗？周龙他最多也就是第三名而已，怎么现在他成了第一名，并且第二名和第三名还是周虎与周凤？难道说他这是当在场之人是瞎子吗？就算要假公济私，这也太明显了一些吧？副村长大人，您这是在做什么？忽然之间，宋爷爷开口了。虽然他是应风古村的人，但却也不能容忍堂堂副村长做这样不公平的事情。毕竟现在可是有这么多人在看着呢，他这么做不就是等于要让应风古村名誉扫地吗？住口！我说话的时候用得着你来插嘴吗？用得着你来过问吗？你以为你是什么身份，也敢对我指手画脚？然而宋爷爷还未将话说完，周四天便怒喝一声。而面对周四天的怒喝，宋爷爷也是一愣，尽管很是不甘心，却也不敢再多说什么。这周四天不仅实力在他之上，地位更是远在他之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周四天很快就要正式成为应风古村的村长，那个时候他几乎就是应风古村内一手遮天的存在。所以宋爷爷也是不敢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与他作对，只能选择默默的收声，默默的低下了头。在宋爷爷沉默之后，周四天得意的冷哼一声，随后才继续说道：我知道大家肯定都在想，明明第一名是这两位叫做楚风和王强的年轻人，可我却没有宣布他们的名字。你们肯定也有不少人觉得我是在假公济私，有意偏袒自己的孙子孙女。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都错了。我周四天做事向来公正严明，可同时我的眼中也容不得半点沙子。这阵法乃是我应风古村先祖所创，他没有走过这阵法，实在遗憾。可是我应风古村历代以来，却有无数前辈走过此阵，悠悠万年已过，最好成绩只是2点的时间，这个成绩是伟大的。而他正是由我应风古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界灵师，现任的村长大人所创下的2点，这就是这座阵法的极限，超过2点就是不正常的表现。所以楚风与王强他们是在作弊。周四天指着楚风与王强说道：什么作弊？听得此话，在场之人更是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楚风与王强是如何通关的。况且那阵法非常玄妙，是有防止作弊的检测的，之前就有多位年轻人想要作弊，可全被阵法检测出来，从而被淘汰出局的。假如楚风与王强若是作弊的话，那阵法不可能检测不到，也不可能不提示。周村长，饭可以乱吃，但话可不能乱说，就算是冤枉人，你也不能冤枉的这么明显吧？毕竟在场的人们眼睛可都是雪亮的，我与王强是如何通关的，他们都看到了，我们何来作弊之说？就在这时，楚风也是开口了。虽然他表现得颇为平静，但却仍有着隐隐怒火。他是凭借自己的本事闯关的，有没有作弊他最为清楚，所以他很明白这周四天就是输不起，所以在冤枉他与王强。证据确凿，你们还想抵赖不成？然而那周四天却冷哼一声，随后手掌摊开，2个奇异的宝石便出现在了他的掌心。那是什么？看到那宝石，在场的不少人都是不由眼前一亮，因为那不是寻常的宝石，它正散发着不寻常的力量，那是一种干扰性的力量，很神奇，却也很诡异。这叫干扰石，能够干扰阵法的力量。这楚风与王强
就是用将这干扰石丢到了阵法之中，从而影响了阵法的侦测力量，所以才能用如此快的速度通关。这种行为不是作弊是什么？但很不巧的是，你们能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了我。尽管你们用隐藏手段将这丢放在阵法内的干扰石隐藏了，但还是被我寻了出来。你们仔细看看，这2块干扰石不就是你们的吗？这上面还有你们的指印，你们休想抵赖！周四天举着2块干扰石，大声说道：“你放屁！这么拙劣的栽赃手段，也亏你想得出来！你骗鬼呢吧！”王强愤怒地骂道：“人赃俱在，你们还想抵赖？男人啊，把这2个无耻的家伙赶出我应风谷村！他们根本不配做我应风谷村的客人！”周四天大袖一挥，不想与楚风和王强多说什么，而是直接下了逐客令。而在他一声令下之后，应风谷村的多位半地境的当家长老便一跃而起，来到楚风与王强的近前，想要将他2人赶走。等等，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大喝一声，随后对那周四天伸出手掌，说道：“你说这干扰石是我的，那请你把干扰石还给我。”楚风，你傻呀？你又没用这东西，那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干嘛要承认？见状，王强忍不住大骂道，被气得不轻。与此同时，在场的围观者也是议论纷纷，他们都开始觉得楚风可能真的是用了这干扰石了，否则他干嘛要承认？楚风他想干嘛？而此时此刻，宋爷爷与林奶奶却是满面的不解，因为他们相信楚风，所以他们知道楚风肯定没有用那干扰石，但是他们却也不理解楚风为何要承认那干扰石是他的。只要他不承认，就算周四天将他与王强强行赶出去，也会有很多人觉得是周四天输不起，是周四天在故意冤枉楚风与王强。那样一来，周四天的名声肯定会受到影响，而楚风与王强损失的不过是奖品而已。可是眼下，楚风竟然承认那干扰石是他的，这简直就是在告诉众人，他的确是作弊了。楚风这简直就是在往自己脸上抹黑啊！这家伙是怎么回事？该不会是傻到了，想要以这种行为骗爷爷那干扰石吧？事实上，莫说是旁人，就连周龙3兄妹也不理解楚风的想法，毕竟他们多多少少了解自己的爷爷，知道那干扰石其实是他爷爷的，也非常清楚是他爷爷在冤枉楚风和王强。如果说别人只是怀疑楚风的话，那么他们便能坚信楚风与王强没有作弊，他们的确是被冤枉的，所以他们才这样不解，甚至觉得楚风是知道自己将被驱赶出应风谷村已成事实，为了不吃亏，所以才愚蠢的承认，为的只是在临走之时能够拿到他们爷爷的干扰石作为补偿。毕竟那干扰石也的确是价值不菲之物，我也懒得要你们的脏东西，还给你们。至于那周四天，也是直接将手中的2个干扰石分别丢向了楚风与王强。老谋深算的他自然清楚，只是自己一番话很难让众人信服，很多人都会怀疑他，甚至觉得他是栽赃嫁祸。但是现在楚风自己承认了，这等于成全了他，再告诉所有人周四天没有冤枉楚风，周四天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谁要你这鬼东西，少栽赃我！王强大手一挥，直接把那迎面来的干扰石给扇到了一旁。他可不想白白的被冤枉，但是楚风却是伸手一接，将干扰石握在了手中。随后他身躯一纵，便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竟趁人不备，手握干扰石跃入了古塔内的阵法之中。大家看到没有？此刻我手握干扰石，按周村长所说，就算我睁开眼或使用结界之术，在这干扰石的干扰之下，阵法也不会察觉。那么现在我就用实际行动来给大家证明一下，他这所谓的干扰石是否真的有那么神奇。话罢，楚风猛然睁开了双眼，而当楚风睁开双眼的一刹那，那阵法便光芒大盛，嗡嗡作响，竟发出了警报。那正是作弊被发现的警报。这所谓的干扰石根本没用啊！怎么回事？难道说真的是周村长真的是在冤枉楚风与王强？见到这一幕，众人恍然大悟，聪明。而这一刻，宋爷爷与林奶奶也是恍然大悟，原来楚风并非真的是愚蠢到了承认他是在作弊，相反，楚风是在将计就计，想要当众揭穿周四天的罪行。这样的手段不可谓不狠。混账，谁让你擅自进去的？给我滚出来！而这一刻，周四天才终于反应过来，发现被摆了一道的他气得咬牙切齿，不用你说，我也会出来。而就在这时，楚风却已然自那阵法之中走了出来，并且手举干扰石，面向众人高声说道：“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周村长所说的干扰石根本就无法干扰这座阵法，所以他先前说我与王强是凭借这干扰石作弊的话语，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他是栽赃嫁祸，是输不起。周村长，你不想把精神力比拼的第1名和第2名给外人，大可以不让我们这些外人参加这场比拼，何必让我们参加后又这样做呢？身为一个堂堂的村长，你是不是有些太过无耻了一些？你就是这样向你的村民做表率的，你让你的村民怎么看你？你让天下人怎么看你？你还配做一村之长吗？”这一刻，周四天脸色铁青，却也不知如何是好。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似乎已经无法控制了。原来真的是周村长冤枉楚风，这也太无耻了！堂堂一村之长，竟然做出这种事，真是太丢人了。应风谷村真的要交给这样的人管理吗？那我看应风谷村恐怕真的就离灭亡不远了。在楚风的引领下，一时之间，人群之中炸开了锅，众位客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谴责起周四天的无耻行径。因为周四天的罪行已经败露，他们有权谴责。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在帮助楚风说话，他们要捍卫客人们的尊严。然而就在这时，人群之中却突然传来一阵响亮的拍手声，那声音实在太响，竟压过了众人的议论之音。而顺声望去，
在场之人皆是肃颜起敬，就连周四天的脸色也是瞬间变得苍白，目光变得惊恐，因为那来者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身穿一身朴素的布衣，但那如雪一样的白发却与他的布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不可测，绝世高手，这就是这位老者给人的第一感觉。村长大人！忽然间，应风谷村的村民开始呼喊而出，原来这位就是应风谷村的村长大人楚风小友，真是好手段啊！应风谷村的村长笑着对楚风说道：“这位前辈，不知你这是何意？”楚风眉头微皱，虽然这位村长大人与周四天相比，看着并不像是坏人，相反他很像是一个处事公正的好人，但是敏锐的楚风却听得出来，他的这句话乃是话中有话，他似乎不是要帮楚风的，相反，他可能是要对付楚风的。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能把假的说成真的，这难道不是好手段吗？村长大人双眼微眯，随后手掌猛然探出，一股狂暴的吸力便暴涌而出，直接将楚风手中的干扰石吸入了手中。你这干扰石只能使用一次，如今早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力量，你再进入其中，自然便无法干扰这阵法。果不其然，这个所谓的村长大人是来帮周四天说话的。听得此话，众人都有些懵了，他们想不到这应风谷村的老村长也会说这种话。可是应风谷村的老村长与周四天又完全不同，他处事相当公正，在任期间做过不少好事，哪怕在整个联盟领域也是威名远播的存在，无论是村民还是客人对他都非常的信任，他在整个联盟领域的威望都是极高。所以如果说周四天说这种话，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周四天要栽赃嫁祸的话，那么当这位老村长说出这种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会去想，楚风难道真的作弊了？诸位，我马某人以我毕生的名誉担保，这楚风小友与那王强小友的确是用着干扰石作弊了，只不过他这干扰石的力量有限，只能使用一次，在他们创下不可能之记录的时候就使用了这唯一的一次，所以后来楚风小友再度手持干扰石进入阵法之中进行演示的时候，干扰石才会无效，因为他演示的时候那干扰石已经没有了，影响我这阵法的力量。老村长信誓旦旦地说道：你放屁，敢不敢让我再试一次？不，老子脱光了进去，什么都不带，照样只是一点的时间就能通过你这破阵法。王强愤怒地说道。说话之间，他竟要脱掉自己的大花裤衩子，真的是说做就做，绝不犹豫。不必了，我不会再给你们玷污我先祖所布置阵法的机会。来人啊，送客！村长大人开口说道。而他此话一落，那早就守候在楚风与王强身旁的长老们便是直接出手，纷纷抓住了楚风与王强。放开我！你们这群输不起的老杂毛，还传承了万载的势力，我呸！你们真是丢尽了你们祖宗的人！王强奋力挣扎着，可在多位半帝的压迫下，却显得无济于事。毕竟此刻抓捕王强与楚风的，可不仅仅1品半帝，还有2品半帝，多位半帝的力量加到一起，那可是非常可怕的。哪怕楚风与王强战力逆天，却也有着不小的压力。村长大人，这一刻，宋爷爷与林奶奶一同开口，他们是想要替楚风和王强求情，谁若替他们求情，就当作同谋定罪。明白宋爷爷与林奶奶意图的老村长冷声地说道。听得此话，哪怕是宋爷爷与林奶奶，也是赶忙闭上了嘴巴，因为他们知道这位老村长可不比周四天。虽然他平时待人和善，和蔼可亲，可若真的发起狠，那比周四天还要可怕得多。而就在这一刻，楚风却是疯狂地大笑起来，他笑得非常之大声，笑声非常之响亮，仿如惊雷一般震慑八方。听得那抓捕他的半地强者也是感到阵阵发毛。他笑什么？这一刻，应风谷村的不少人有些慌了。事到如今，哪怕是他们也不敢确定楚风是否是作弊了，毕竟老村长没有给予楚风和王强证明自己的机会。可是如果他们真的冤枉了楚风和王强，那么楚风与王强身后的势力恐怕未必会善罢甘休。尤其此刻楚风此般大笑之中掺杂了浓浓的怒意，他们就更是知道楚风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了。尽管他应风谷村传承多年，实力强横，底蕴深厚，可是楚风如此之强，他身后的势力也定然极强。所以哪怕是他们应风谷村的人，此刻也莫名的感到不安，害怕楚风报复他们。好一个应风谷村，我今日算是见识了这位村长。正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楚风有没有作弊，你们有没有冤枉我们，咱们心里都很清楚。这里是你们的地盘，你们有绝对的话语权，但是你们能强行赶我们走，却无法强行让所有人相信你们就是对的。我楚风不是不可以被冤枉，但绝不会白白被冤枉。来日方长，今日的账咱们以后慢慢算。果不其然，楚风开口了，他的话语之中的确掺杂着浓浓的怒意，甚至映射着他日后会来报复。楚风真的怒了，因为应风谷村实在是让他太失望了。他想不到就连应风谷村这名声极好的老村长也会冤枉他。他知道他很难留在应风谷村了，他很难有机会偷到应风寒冰了。但既然已经如此了，那楚风就不怕得罪他们。既然要得罪，楚风也不怕得罪的彻底。反正这么多人看着呢，楚风就不相信在他离开应风谷村之后，应风谷村还敢派人暗害他。楚风断定应风谷村不敢那么做，所以他才敢放狠话。他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他楚风是被冤枉的，但是他楚风绝对不会白白的被冤枉，他早晚会让应风谷村为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而事实上，楚风的这番话也的确具备一定的威慑力，的确吓到了不少应风谷村的人。别看楚风年纪小，别看他的修为还只是5品5王，但凡是有一定智慧的人都能够想到楚风的来头肯定不小。
楚风的背景并不简单，这一次应风谷村为了自己的荣誉，便冤枉楚风与王强，未必是一个明智之举，搞不好要因此树立2个大敌。不用你们赶，我楚风自己走。话到此处，楚风大袖一挥，便想要甩开那抓住他的众位半地级长老，只不过那些长老却死死地抓住楚风，不给予楚风摆脱的机会，放开他，让他自己走。而就在这时，那位老村长则是忽然开口了，只不过面对村长大人的此举，楚风却是根本不领情，反而是冷哼一声，迈开步伐便要离去。楚风小友，真是抱歉，老夫本不该冤枉于你。可就在这时，一道传音却映入楚风耳中，这使得本愤怒无比的楚风顿时一愣，因为这个声音是来自那位老村长的。这一刻，楚风停住了前行的步伐，回头看向了那位村长，这才发现那位村长也在看自己，并且在他的眼中竟真的有着一抹不易察觉的歉意。楚风小友，周四天虽然不对，但却是我应风谷村除我之外唯一能够担任村长之位的人，我如今有难言之隐，必须马上闭关。而应风谷村又常年待客，不能没有人主持大局。我知道周四天冤枉你不对，而我帮他冤枉你更是不对，可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假如今日真相大白，那周四天将名誉扫地，我也无法将村长之位传给他，应风谷村将没人能够管理。所以为了能够让他顺利的继承我的村长之位，让我能够安心的闭关，我才不得不帮他冤枉你。不过楚风小友也请放心，我不会让你白白受冤。那精神力比拼第1名的奖励，我可以翻倍的送给你。虽然老村长的嘴巴未动，可是阵阵传音却再度映入楚风的耳中，那的确是老村长的话。到了他这种境界，传音已经根本不用动嘴巴，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的话语之中蕴含着满满的歉意。从这番话中可以听出，尽管他冤枉了楚风是事实，但他的确与周四天不同，他似乎真的是有难言之隐，不得不这样做。想用金钱收买我吗？抱歉，我楚风的尊严可并非是金钱可比的。楚风冷哼一声，传音拒绝。楚风小友，老夫这样做真的是无奈之举，你先委屈一阵，日后老夫会还你一个清白的。老村长再度说道，语气不仅诚恳，并且满含歉意。这一刻，楚风有些动容了。这位老村长若真是如周四天那种小人，他根本没必要传音与楚风说这些。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应风谷村的一村之主，是一位强到深不可测的高手，而楚风却只是一个修为低下的小辈而已。其实他真的完全没必要低三下四的和楚风说这些，而他之所以这样与楚风说，那便说明他真的是内心有愧，是逼不得已才冤枉楚风的。楚风兄弟，那个老杂毛是不是有病？刚冤枉完咱们，居然暗地里传音向我认错，还说要把第2名的奖品偷偷给我，还要给我双倍。你说这个老杂毛是不是要暗中对付我呀？他到底想玩什么花样？然而就在这时，王强的传音突然传入楚风的耳帘，原来那位老村长不只是与楚风说了这番话，还与王强说了。看来他的确是内心有愧，否则不会对楚风与王强2人都说这些。你想要他给的补偿吗？楚风传音于王强，暗中对其问道。当然想要，不想要的是傻子。只是我不知道这老杂毛到底靠不靠谱。王强回道，我与他谈谈。楚风与王强说完这句话后，便再度传音于老村长，问道，你什么时候还我们清白？我不敢保证什么时候还你们清白，但我敢保证我一定还你们清白。老村长说道，那好，我与王强接受你的补偿，什么时候给？楚风问道。其实楚风也是很想获得这个补偿的，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一笔价值不菲的收入，更何况那是翻倍后的奖励。先前楚风拒绝，那是因为楚风觉得老村长给予他加倍的补偿是想收买他，让他接受被冤枉一事，这楚风自然不愿意。毕竟对于楚风来说，尊严才是最为重要的，是不允许任何人践踏的。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老村长已经说日后会还楚风一个清白，这说明他并非是想要加倍的奖励收买楚风，相反，他只是想补偿楚风。这样的话，这个补偿楚风就没道理不收下了，毕竟委屈已经受了，就算日后会被害以清白，可是这个委屈也不能白受，唯有要些补偿才算不亏。就像王强说的，不想要的是傻子。2位小友离开后可在村外徘徊，不要走远，我自会去找你们。老村长说道。那好，希望你不要食言。楚风说完这句话后，便传音于王强，将这件事告诉给了王强。他不会暗中杀了我们？灭口吧。王强很是担心的说道。不会，他若真想暗杀我们跑不了，何况我们若真的死在这里，那此事传出去，定然会认为是应风谷村所做，谅他们也不敢。楚风自信满满的说道。那好吧，听你的，我们出去等这老杂毛。王强说话之间便追上楚风，准备与楚风一同离去。这里还真是好热闹啊。可是就在这时，村口的方向却又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楚风与王强所在的位置能够清晰的看到，那是5名年轻人正在向他们所在的位置走来。那是3男2女，男的身高体壮，面容俊朗，女的脸蛋出众，乃是真正的俊男美女。他们5人皆是身穿金色的戒灵长袍，并肩行来，颇为引人注意。因为他们不仅长得好，他们的修为也是很强。其中的2女与楚风一样，都是5品武王的修为，而其中的2男则是与王强一样，都是7品武王的修为。至于最后一名，年龄稍大，大概30几岁的男子，修为更强，竟是一名8品武王的男子，并且他们的气息也不寻常，皆非寻常之辈。虽未界灵师，但却全部都掌握着逆天战力。这样的修为，这样的年龄，竟是天才之流。但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他们的腰间
皆是挂着一个令牌，那是界师联盟的标志。这3男2女皆是界师联盟的人。界师联盟的人，他们来这里做什么？见到这5位，在场之人皆是一愣，尤其是应风古村的人，更是肃然起敬，在他们的脸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安。怎么回事？应风古村的人似乎很怕界师联盟的人。此刻，楚风与王强并肩站着，不解之处，低声向王强问道：“这你都不知道？如果要问应风古村最怕谁，那就绝对是界师联盟。界师联盟以前曾与应风古村进行过多次结界之术的比拼，但每一次都是胜过了应风古村，并且每一次都让应风古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到了如今，应风古村已是极为的被动。先不说应风古村的多样宝贝都落入了界师联盟的手中，就连界师联盟的人来应风古村也不用通过任何的考核，他们都是有特权的。这应风古村，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是每一次来都没有好事发生。这一次，他们在祭祖大典的日子来了，应风古村的人能不怕吗？王强对楚风说道：“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就不急着走了，留下来看看热闹，如何？”楚风笑着对王强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王强笑得那叫一个猥琐，那叫一个无耻。于是乎，楚风与王强并没有离开，反而是重新站到了人群之中。而因为界师联盟5位年轻人的到来，也就没人去关注楚风与王强了。此时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界师联盟那5位年轻人，他们5位乃是此时此刻当之无愧的焦点。今日乃是我应风古村的祭祖大典，自然热闹。周四天上前说道：“我与你说话了吗？你插什么嘴？”然而令周四天想不到的是，他话还未说完，便被界师联盟那位年龄最长的男子给呵斥了一声。听得此话，周四天的脸瞬间就变了。身为堂堂一个副村长，竟被一个小辈当众呵斥，他感觉自己颜面尽失。他本想多说些什么，可不曾想老村长突然咳嗽了一声，并且对他使以一个眼色。他明白这是老村长不想让他再多说，所以他也只能把后面的话强忍着吞到肚子里，不再说话，而是站到了老村长的身后，把一切都交给马老村长处理。孙磊小友这次来我应风古村，不知所为何事。老村长走上前去，笑眯眯地问道，态度非常和善，并且从他能叫出那年轻男子的名字，便可以看出他显然是认识那年轻男子的。而这一刻，听得周围的窃窃私语之音，楚风才知道，原来那个叫做孙磊的年轻男子在应风古村内非常的有名，乃是界师联盟的一位天才。他还有一个哥哥叫做孙超，据说他们2兄弟在界师联盟是个另类。界师联盟的天才大多结界之术高超，战力偏低。就比如此刻跟随孙磊来的4名男女，虽然他们也都拥有逆天战力，可却只拥有跨越1品的战力而已。这样的战力在逆天战力中属于最低等的，但却不能因为这样就否认他们的天才之名。单从那4人的眼神中，楚风就能够看得出来，他们虽然战力不是很强，可是结界之术定然非同小可。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天才，只不过与司马颖一样，他们的天才表现在了结界之术方面，而这就是界师联盟天才的特点。他们最为擅长的并非是武力对决，而是对结界之术的使用。之所以说孙磊与他哥哥孙超是另类，那是因为他们2个结界之术相比于其他名门之后很是一般，但强大的武力却是他们所擅长的。就比如这孙磊，他不仅有着8品武王的修为，楚风能够感受到他还有着跨越2品境界的战力，也就是说这孙磊的真实战力达到了1品半地，并且远非寻常的1品半地可比，唯有2品半地才能与他一战。而这孙磊与他的哥哥之所以在应风古村非常有名，那是因为他们的爷爷也非常的厉害，号称是界师联盟战力最为凶悍的一位当家界灵师，也是界师联盟凶名最盛的人物之一，曾以一己之力歼灭过一个强大的势力。而孙磊与他哥哥依仗着自己爷爷的恶名，多次来到应风古村，每次都会以不合理的要求向应风古村索要一些应风寒水，所以哪怕是应风古村的老村长见到这孙磊也要客客气气的。他们怕的不只是孙磊，还是孙磊身后那强大的爷爷，还是马村长说话中听一点。听到老村长的话后，孙磊的嘴角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随后说道：“马村长，您对我是很熟悉了，毕竟我不是第一次来应风古村，不过对我身边的这4位恐怕并不熟悉。不过没关系，我与你介绍一下，他们4个其实是兄妹，从长至幼分别叫做黄风、黄平、黄浪、黄静。说起他们4个，也许马村长并无印象，但若说起他们4个的爷爷，相信马村长一定晓得，因为他们4个的爷爷就是当年与您比拼结界之术，而后又大胜于您的我界师联盟当家界灵师黄修记。黄前辈。”孙磊笑眯眯地说道。而听到这里，应风古村众人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气得咬牙切齿，因为孙磊的这番话简直就是当众羞辱应风古村的老村长啊！要知道，此时此刻这里可不只是应风古村的人，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势力的客人呢，这叫他们如何能够看得下去？不过相比于那些村民，马老村长的倒是颇为平静，他面带微笑，笑眯眯地对着孙磊身旁的4位男女说道：“原来是风平浪静4位小友，我与你们的爷爷也算是老交情，自然听说过你们，今日得以相见，实乃缘分。不知你们的爷爷近来可好？有劳马前辈惦记了。”爷爷他非常好，本来他是想亲自来拜访马前辈的，不过因为他有事离不开，刚好我们的父母也离不开，所以才让我们兄妹4人来向马前辈问声好。叫做黄风的男子带头说道，其他3人则是笑着附和：“黄兄真是客气。”不过4位小友远道而来，
定然旅途劳顿，还是好好休息一番吧。马老村长说话之间，便想命人准备客房，招待风平浪静以及孙雷5人。马前辈不用如此麻烦，我们只是带爷爷来与马前辈问个好，并未打算多留。不过近日我们修炼结界之术，需要用到应风寒水，所以想要向马前辈讨要一些。黄蜂笑眯眯地说道。果不其然，他们根本就不是来问候村长大人的，说1000到1万，还是来讨要应风寒水的。听得此话，应风谷村的众人心中咒骂连连，他们就知道界师联盟的人来到此处，肯定没有好事。但是他们也只能在心中暗骂，因为得知那风平浪静的身份后，他们真的不敢多说什么。毕竟风平浪静的爷爷胜过马老村长，这是事实。马老村长可是应风谷村当之无愧的最强者，而能够胜过马老村长的存在，应风谷村内有谁敢惹？不知你们想要多少？马老村长淡淡的问道。他表现得很是平静，似乎对于这一幕早有预料，不用太多，只需10万滴应风寒水就足够了。黄蜂说道。什么10万滴？听得此话，应风谷村的众位村民脸色顿时大变，甚至开始气得瑟瑟发抖。应风寒水虽然是应风谷村的特产，是送给客人的礼物，可是每次只是1滴或者2滴这样的送，并且也不是所有人客人都能收到应风寒水作为礼物的。事实上，就算是应风谷村的村民，也不是可以任意使用应风寒水的，否则周龙等人也不会为了这精神力的比拼而这般拼命。因为第1名的1000滴应风寒水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宝藏，所以眼下这黄海等人竟开口索要10万滴应风寒水，绝对是狮子大开口。几位小友，你们若是需要应风寒水，老夫看在你们爷爷的份上，倒是能以我个人的身份无条件的送你们每人200滴，包括孙磊小友我也可以送。至于10万滴应风寒水，哼，那就恕老夫不能如你们所愿了。莫说我应风谷村拿不出来，就算能拿得出来，马某人也没那个权利送给你们。毕竟应风寒水不是我马某人自己的，而是我应风谷村先祖与历代前辈的心血。马老村长摇头说道。马前辈，您就别谦虚了，谁不知道您应风谷村的镇村之宝乃是应风寒冰，而应风寒水不过是应风寒冰所散发的寒气凝聚而成，这么多年了，寒气日日都在凝聚，那应风寒水你们想要多说会没有？我们今日不过只是要区10万滴应风寒水而已，您若不想给，倒是可以直说，但也不用把应风谷村的列祖列宗抬出来搪塞我们吧。黄蜂一脸不相信的说道。应风寒水的确是应风寒冰的寒气形成，也的确日日都在产生，可是我应风谷村并没有积攒应风寒水的习惯，而是自从建村那日开始，便一直与联盟领域的诸位同胞分享。对于此事，我想你界师联盟最有体会，因为不管我应风谷村分享出去的应风寒水有多少，但你界师联盟绝对是最大的受益者。马老村长说道。马前辈，您可真是的，晚辈们不过是需要一些应风寒水罢了，您也不用与晚辈讲这些大道理吧。这样吧，您既然如此吝啬，那晚辈也不让你吃大亏，咱们公平一点，来一场结界比试吧。晚辈把这个拿出来做赌注，您看行吗？忽然黄蜂腰间的乾坤袋光芒闪烁，很快的一道青色的如意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这只如意形态中规中矩，体积不大不小，但却非常的漂亮，体表之上尽是青色的鳞片，并且微光闪闪之间，它的鳞片仿佛在蠕动，就如同具有生命一般。我擦，这绝对是一件价值不菲的至宝啊！这一刻王强忍不住脱口出声，而楚风也是眼前一亮，因为他能够看出来这只如意当真是个宝贝，其中蕴含着极为强大且极为特殊的天地的能量。这种能量并非是类似于兵器那样的能量，而是对于结界之术有着不俗影响的能量。楚风看得出来，这个宝贝对于结界阵法将有着画龙点睛的奇效。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有人费尽全力布置出了一座结界阵法，阵法布置完成之后，这阵法的力量也许再不强不弱的中间徘徊，但若将这如意的能量用在那阵法之上的话，那么那座阵法的力量将会增强，列入强大的阵法之列，而这个功劳也将全部归属于这个如意，而这就是这个如意的强大之处。对于界灵师来说，这是一件天赐的至宝，说它是界灵师的地兵也不为过，因为真正伟大的界灵师的确可以运用它来增强攻杀类的结界阵法，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威力，竟是村长大人的亲临如意。而相比于楚风他们，应风谷村的众人见到这个如意后，反应则是变得很是激动，就连向来沉着冷静的马老村长此刻也是目光闪烁，脸上有着明显的情绪变化。而听得周围人的议论声中，楚风才得知，原来这个如意叫做青灵如意，乃是马老村长在某次机缘巧合之下所得之物。可也正是为了获得这只如意，马老村长才遭受重创，留下了永久难以痊愈的内伤。本来马老村长的结界之术非常厉害，曾经多次击败界师联盟的当家界灵师，是公认的应风谷村建村以来界灵之术最为强悍的天才，是被誉为有机会超越应风谷村先祖，率领应风谷村超越界师联盟的界灵之术大师。可正是因为那次重创，马老村长的界灵之术开始停滞不前，对他的一生造成了影响。所以这青灵如意对于马老村长来说是又爱又恨。爱他是因为他是一件令无数界灵师眼红的至宝，堪称无价；恨他是因为他让自己断送了界灵之术的前程，一辈子只能停留在这个阶段，再无变化。但所有人都知道，不管马老村长多恨青灵如意，但青灵如意都是他的依靠，是青灵如意的存在让他觉得就算断送了前程，可只要有这件至宝，他就总算还不太吃亏。可是就在多年之前，黄蜂、黄平、黄浪
黄静的爷爷黄修济来到应风谷村挑战马老村长的结界之术。这黄修济当年曾与马老村长多次比拼过结界之术，可是每一次都惨败给马老村长，所以马老村长也没有将他放在眼中，于是便应了黄修济的挑战。但不曾想，因为他的结界之术始终停留在当初的水平，并未有所进展。而随着多年过去，黄修济的结界之术日益精湛，马老村长这位常胜将军终于败给了黄修济，并且这一次他是惨败。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按理来说马老村长败了一次也不算什么，可是偏偏每一次比拼结界之术，他们都要拿出一定的赌注，而那一次马老村长拿出的赌注就是他为之断送了虔诚的至宝青灵如意。诸位对他果然是印象深刻呀，想不到这么多年了，你们都还记得他的样子。没错，这就是马前辈的青灵如意，不过可惜现在他的主人不是马前辈，而是我们的爷爷。黄蜂笑眯眯地说道。听得此话，应风谷村的人气得咬牙切齿，瑟瑟发抖。他们都很清楚，若不是马老村长身受重创，若不是黄修济趁人之危，他根本不可能赢。而黄蜂如今竟然说这种话，着实是太不得道，太不是人。马前辈，当初的您把这青灵如意输给我爷爷，听说很不服气，很不甘心。那么今日晚辈给你一个夺回青灵如意的机会，你可以任意挑选4位你应风谷村的小辈界灵师，与我们兄妹4人比试一下，只要他们能赢，这青灵如意就还给您，您看如何？黄蜂笑眯眯地说道。他竟要拿青灵如意与我们进行赌斗，真是狂妄自大。他爷爷的结界之术的确厉害，可他们这小小年纪也敢如此猖狂，真觉得我应风谷村没人了不成？村长大人，让周龙、周虎、周凤3兄妹去，不用4个，只需他们兄妹3人就能赢得他们4个。落花流水。听得此话，应风谷村的众人沸腾了，纷纷要求让周龙兄妹3人出战。自从黄修济击败了马老村长后，那些之前败给过马老村长的界师联盟当家界灵师就开始陆续的前来挑战马老村长，而无一例外，他们全都胜过了马老村长。自那开始，应风谷村由马老村长建立起来的荣誉又在马老村长的手中被践踏一空。这件事让应风谷村的人更是不甘，所以别看他们很怕界师联盟，但却是又恨又怕，甚至恨大于怕。因为自从马老村长的结界之术停滞不前后，他们真的是把应风谷村剥削得很惨。如今竟然有小辈敢挑战他们，自认为培养出了周龙、周虎、周凤3位结界天才的他们，可不觉得他们会输，都想要借此机会扳回一城，给予界师联盟一个下马威。不必了，男人啊，去给5位小友每人取200滴应风寒水送客。可是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对于黄蜂4兄妹的挑战，对于这个难得的机会，马老村长却摆了摆手，拒绝了。马前辈，我听说您当初在联盟领域可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有人说您是不败战神，比拼结界之术从未败过。可是后来我们又听说，您自从败给我爷爷后，便一蹑不振，每次与人比拼结界之术都会惨败。如今的你早就不是当年那位不败战神，已经成为了惧怕比拼结界之术的懦夫。本来我们兄妹4人还不相信这样的谣言，但今日一见才知道，原来谣言是真的呀。见马老村长拒绝，那黄蜂微微一笑，并且故作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竟然当众羞辱起马老村长，你这混账怎么说话呢？身为一个小辈，竟敢与马老村长这样说话，你家里人是怎么叫你的？这一刻，应风谷村的众人忍不下去了，开口呵斥起来。事实上，就连在场的客人也看不下去了，毕竟马老村长在联盟领域的名声非常之好，比之界师联盟的某些当家界灵师，马老村长更为受人尊敬，童言无忌。我不与你们计较，走吧。可是相比于旁人，马老村长依然淡定如初，并未动怒，只不过他也不打算赠送黄海等人应风寒水了，而是直接开口送客。干什么？你们这是看我们的爷爷没在，欺负我们是吧？你们看不下去就动手打我们试试看啊！我看你们谁敢！都他妈活腻了吧？竟敢管我们的闲事，也不看看你们都他妈什么身份！而就在这时，那位战力最强的孙磊突然暴喝一声，他此话一出，顿时天地一颤。而与此同时，在场的很多人也都闭上了嘴巴，他们害怕了，并非是因为孙磊而害怕，不管孙磊再强，也只是一个8品武王，在场很多强者都能压制他，甚至狂虐他。但是孙磊的那位爷爷孙飞扬却比在场的每一位都强。此刻，孙磊抬出自己那位恶名昭著的爷爷来，有谁还敢多说什么？他们很担心那孙飞扬也许已经来了，就隐藏在暗处没有现身。若是他们还敢多说什么，以孙飞扬的脾气，就算当场杀了他们也不无可能。所以他们不敢再多嘴。你的意思是，你们拿青灵如意做赌注，然后想让我们拿10万滴应风寒水做赌注，然后比拼，是吗？可就在所有人都怂了的时候，周龙却忽然对黄蜂开口了。没错，怎么？你想与我们比拼吗？你一个不行，再找3个去吧。黄蜂很是轻蔑地看了一眼周龙，讽刺地说道：用不着4个人，我们兄妹3人就可赢你们。周龙、周虎、周凤3兄妹一同站了出来，退下。可就在这时，马老村长却是眉头紧皱，怒喝一声，他不想让周龙3人与黄河4人比拼。村长大人，您当年守护住了我应风谷村的尊严，如今就换作晚辈来为您守护尊严。相信我们不仅是要替您夺回青灵如意，我们还要替您夺回尊严，替我们应风谷村夺回尊严。周龙信誓旦旦、大义凛然地说道：村长大人，让我这不孝的孙子试试吧。见状，周四天开始劝道：村长大人，让他们试试吧，我们求您了，我们应风谷村窝囊够久了，也是时候反击了。与此同时，应风谷村的众人皆是向马老村长求情，甚至更有激动者
直接跪倒在了地上。这一刻，马老村长很是犹豫，他怕周龙他们输，毕竟10万滴硬风寒水，那可是不小的代价。若是输了，对于应风谷村来说也是惨痛的。但是他又不想违背众位村民的意愿，毕竟周龙3兄妹如今的确是应风谷村的希望，是所有人的希望。那好吧，你们3个便去试试。最终，马老村长还是点了点头。而马老村长此话一出，应风谷村顿时发出了喜悦的呐喊声，就仿佛他们已经胜利了一般，挺有自信的。既然这样，那我若是不成全你们，反而倒是我的不对了。那就来吧，你们3个对我们4个，想怎么比拼？你们说。黄蜂笑眯眯地说道：“随便。”周龙很是无所谓的说道：“黄蜂看不起他，他也看不起黄蜂。既然如此，那就我说的算了。咱们比拼炼药之法，我们4人同步一阵，你们3人同步一阵，咱们一同开始，时限为半个时辰，看谁能够在这半个时辰之内炼制出品质较高的丹药，如何？”黄蜂说道：“当然可以。”周龙从容应道：“那就开始吧。”黄蜂说话之间，便对黄平、黄浪、黄静3人分别施以一个颜色。在此之后，4人意念一动，金色长袍飘动之间，金色的结界之力也是自4人体内汹涌而出。随后双手捏诀之间，结界为之所控，眨眼之间，一道阵法的雏形就已经形成。而在阵法刚刚形成之际，黄蜂4兄妹便纷纷取出炼丹的材料，错落有致，整齐有序的向阵法之内丢入。4个人所持材料皆是不同，并且丢入的顺序也是极为讲究。最主要的是，他们4个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配合之默契简直令人啧舌。见状，周龙3兄妹也不犹豫，早已是开始了他们的布阵之法。虽然都说应风谷村的戒灵师专门修炼应风之法，并且年轻人在精神力的训练上更多，可是周龙3兄妹这一出手，却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因为他们3人的配合不但不比黄蜂4兄妹差，甚至还要过之。所有人都觉得周龙他们只是3人，在人数上吃了亏，若是他们也是4人，那就绝对会玩虐黄蜂4人。哈哈，好！见到这一幕，应风谷村的众人来了自信，开始纷纷为周龙3兄妹呐喊叫好。而听得那振聋悦耳的叫好声，周龙3兄妹更是来了气势，嘴角开始露出利奥得意的微笑，看向黄蜂4兄妹的目光也是变得愈加轻蔑起来。此刻，楚风与王强也在仔细地盯着两方，同为戒灵师的他们也都很好奇，这2伙兄妹组合到底谁能更胜一筹？怎么样，你觉得他们谁能赢？王强对楚风问道。不好说，毕竟这种炼药之法讲究的是配合，比的不仅是结界之术的高明，更多的还是默契。现在来看，他们的结界之术水平相差不多，唯一能分出强弱的就是他们对炼药细节的把控，以及彼此之间的默契程度了。楚风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王强表示赞同。一群无知的蠢货，你们先高兴，等下就让你们哭。可就在这时，一道讽刺的声音在楚风与王强的不远处响起，尽管那个声音很小，属于是低声的碎碎念，但还是被楚风与王强听到了。顺声观望，原来是戒师联盟的孙磊。这场结界之术的比拼，他没有参加，所以站到了楚风、王强的身旁，加入了观战的行列。而听得应风谷村众人的欢呼呐喊后，孙磊表示非常不爽，所以才说出了这样一句。